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在别人面前对于你的评价，以及呢，他在心里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说对于你的想法，或是对于你的事情。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最左边第一组是星星牌，中间第2组是战车牌，右边第3组是世界牌。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暂停。如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宇宙所想要带给予你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星星牌组的朋友，那么在塔罗牌中，宇宙想要看到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在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就是说你们和他的这个相处的过程里面的话，其实在过往又或者是现在的人，就是你们相处的里面好像蛮容易会发生一些在争执或者是吵架，又或者是两个人之间的观念上面不合。其实最主要是说两个人之间的话，其实在习惯，其实这个会有还蛮大的不同，甚至在当两个人之间相处的过程里，有跟利益有关，或者说跟自身的所能够获得到的东西有关的这些事情的话，你们就会比较是，就是说你们双方其实会比较是抱持着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说自己的意见，是不太喜欢，或者说甚至也不太想要去有所退让。虽然两个人之间在对于说这段关系是非常的在乎，又或者是说是依然的很喜欢两个人之间相处在一起，可是当真的有碰到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两个人之间的向心力反而又变得比较薄弱了。甚至选到这一组的人，大部分来说，你们都应该会是属于分分合合的状况居多。分分合合状况，除了是我们表面上的只说一下断联，然后又一下对方会很密集的出现在你们身边，很密集的会回复你们讯息，很密集的会跟你们有来往，但过一段时间之后，对方又突然又不见了，你又开始联络不到他，要过一阵子他又会出现了，就所谓在分分合合的这个状况。那另外可能性就是在你们的这个相处的过程里面的话，应该是经常还蛮两人之间会有一些的不愉快，或者说两人之间在观念上不合，或者是曾经有过断联，真的好一段时间，至少可能有1个月到2个月左右的时间，对方才终于出现在你们面前。所以在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在你们心中，你们是真的离不开对方，就算对方真的有一阵子都没出现在你们的身边的之后，那再次回到你们身边，你们又好像相处上又跟之前其实不会差太多，甚至也不会因为时间的距离而导致说让两个人开始就变得比较生疏了。虽然在心中还是会对于说这个人或者是对这段关系会有很多的不满，或者是会有很多的不开心，甚至对于他来说，就说你们在对他，你们反而会有时候会想要试着小心翼翼，或是你们会想要尝试着在他面前可能会想要吵架，或者是想要很明确的表态你们在对说他的一些行为，或者是说这段关系的想法。但是每当对方可能表现出什么，或者是当对方又嬉皮笑脸出现在你们面前，或是当对方对你们又还不错的时候，那么你们又不会想要离开他，或者是说你们又觉得这件事情就算了。所以因此在你们的相处的里面的话，
你们其实当静下心来，应该会觉得还蛮累，甚至你们会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要维持这段关系。但是很明显的，你们是真的离不开，你们的心离不开，你们的习惯也离不开。你们在对于这个人，你们在他的眼中，其实他也蛮习惯你们的。所以你们选到这组的话，应该是有去找很多的老师算过，或者是可能有做过很多的大众占卜，就是你们通常都会抽到，或者是会被很多的老师说你们是有所谓的注定的缘分，或者是说这个人就是注定要来到你们生命里面，是成为你们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又或者是你们是有前世今生的这个缘分，或者是可能有双生火焰呢，或者是业力关系，又或者是灵魂伴侣等等，这就是特别容易在这一组的你们会很容易的感觉到，或者很容易的会听到很多这方面的资讯，就是你跟这人之间缘分仿佛就是有那种完全离不开的。那确实其实你们双方在相处的过程里面，其实对方也会觉得莫名对你会有一种好感，或者说莫名的会喜欢跟你相处在一起，或者是会很喜欢的去想要跟你有所来往，或者是很容易会跟你就是很亲近的。那你们自己其实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其实关系里面就算两个人之间好像总是会有那种不愉快，或者是没有什么联系，但就是开始两之间相处了之后，反而两个人之间又会觉得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或者是又很容易可以回到原本那个关系的状态。那么其实在对方的眼中，就是他在对待就在别人面前，他所对于你的，他在评价你这个人的时候，其实他会让别人知道，或者说他会跟别人说，你这个人本身的个性是真的蛮会去替别人着想，就是说你会很在意一个团体中的氛围，又或者说你会去很容易考量到别人的感受。有时候就算你可能真的不喜欢这件事情，又或者是你可能真的不喜欢去为了一段关系，或者说为了一个人去做了什么，但是很容易你会因为想的以大局为重，又或者是说会想着希望把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让它有个圆满的结果，所以你很常就是说对他来讲，他会跟别人觉得就是你这个人会容易委曲求全，又或者是说会太过于容易去在乎别人所对于你的看法。就是这个虽然在你的听起来可能会有一点贬义，或者是说会有点好像是负面的这个词汇，但其实对他来讲，讲出来这些话是因为他认为你这个人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应该是说是心细，或者是说是很会去在乎别人，或者说很容易会去照顾别人心情的人。所以其实他说出这个对你的评价，反而是一种对于你的表扬，或者是说对于你这个人是蛮不错的，因为你会为了别人然后去贬低你自己，或者说会降低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的己见，或者说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反而会对于你这样的个性是相当的钦佩的。就算你有时候对很多事情或对很多人，你可能非常的不开心，或者说你非常的不爽，但是你还是会因为考量到整体的事情的状况，那你就会愿意忍气吞声。但如果说这个事情跟状况并不会去影响到你太多，你当然是会火山爆发，会让别人知道说你就是不爽。所以他会觉得你这个人真的很容易会去判断一件事情的轻重，或者是说很会去判断每一件事情的这个过程，或者是每一件事情它的重要性。所以他认为其实你这个人在对于说很多事情的判断力是相当重要的。然后你这个人其实对他来说，他在别人面前会觉得对你的评价是说你这个人真的还就是很会去照顾他人之外，那你会希望说可以为这个社会尽一份心力，所以有时候他会觉得你这人是真的还蛮有爱心，你也会去考量到社会中的利益，或者是整体社会中的价值，或者说在团体中大家所能够带到利益。然后你也是这个人很喜欢跟别人互动，或是很喜欢跟别人相处，又或者是很会为了让一个团体能够顺利的运作跟运行，然后你会去付出很多你个人的私人时间，或者说会愿意去帮助其他人。所以他觉得说你这个人
对你的评价就是非常的热心，或者是说会非常的愿意去帮助真的需要帮助的人，就是有时候真的会去牺牲掉一些你个人的时间，或者会去牺牲掉你一些个人的想法，或者是你个人一些的金钱，但是你会为了希望让每件事情可以把它变到最好，或者说让每件事情可以顺利，所以你会付出你自己可能不想付出，或者说你会愿意有点无私的方式去付出给身边的人。然后你这个人在工作上面是真的非常的努力，也会希望说让自己可以赶快的有更好的能力，或者是说专业的指标。就是你这个人对他来讲的话，他对别人评价，就是你未必是真的很有钱，或者说你未必这人在工作上面有非常一定的成就，但是你会为了愿意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你会一直很专心的投入。所以对他来讲，你是一个非常愿意去融入在团体里面的人。虽然有时候你可能在想法上面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意见，或者说你可能在对于说自己的欲望是有非常多的想法，甚至你这个人可能有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漫不经心，或者是有点好高骛远的状态，但是至少对他来讲的话，你这个人当你决定的时候，你就会完全的专注在你所决定要做的那件事情上面，或者是说你会为了让每一件事情可以达到你的目标，你的方向，所以你就会想要让自己可以获得更多，或者说你会愿意让自己做得更多，或者是你会找各种方法，就是希望让自己可以赶快达到你所想要的。所以对他来讲的话，有时候你可能会稍微有点想太多，或者是说有时候你的欲望真的太多，但至少你会明白知道说哪一个才是你真正需要的，就是在一段时间的沉淀，或者是说当你有真的想好了，或者说当你真的下定决心之后，他反而会认为其实你也会因为你前面的这个等待期间，或者说前面考虑的这个时间，也并不会去影响到你之后的一个计划，反而你会让你整个人在对于说之后人生的计划，或者是规划，或者是你的目标，你会更加的明确跟清晰。所以他有时候会认为你这个人真的还蛮八面玲珑的。所以看似乎这个人他整体的状况来看，真的是对于说你们的这个评价是还蛮高。然后再就是你这个人的心情，或者说你的个人的想法，常常会让他觉得有点深藏不露，就是你会把它放在心里最深的那个地方，不会让轻易的别人猜中，或说不会轻易的让别人知道。就是当你每次决定事情的时候，你都是会慢慢的进行，或者说当你想要去考虑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去参考很多的意见啊，或者说参考很多人的想法，或者是会去参考很多人可能在对说这件事情的看法，然后你会慢慢的去收集你要的资料，慢慢的呢去做一些的规划，然后接着当你决定的时候就会一鸣惊人。那当你一鸣惊人的时候，你也不会去变得很自大，你反而会想要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对他来讲，你在他心目中的这个地位似乎是真的还蛮高的，甚至他会认为其实你这个人难免有时候当你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会稍微有一点冰冷，或者说让人觉得比较难以去靠近，难以去接近，因为你有点太过于专注在你希望自己可以得到什么的。这个可以得到什么，通常是因为你觉得可能做这件事情不会让你觉得可能心里面不开心，或者说会让你觉得能够帮助到这个社会，又或者是说你会觉得这个能够提升你自我的能力，或者说自我的磁场，或者是你可以去帮助到更多人，所以你可以不断的去让你自己变得更好。那当有人想要去诱惑你，或者是当有人想要去阻碍你的时候，那你不会去理会那些人，你反而会能够更加的专注，更加明白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所以他有时候真的蛮佩服你这样的一个心态，或者是说对于你这样子对很多事情，或者说对你自己的事情上面的这样的执着跟判断力，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所以其实这个人他对于说基本上的评价来说，真的是在正面的来看是真的比较多的。那么其实在对方心里面的话，我们先来讲一下比较好的部分好了。如果说是在对于说你们选到这组的，你们会觉得是一个还蛮好的资讯的话，那么他在心里面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就是其实他在对于说你这个人，或者说对于说你们我们先讲对于你这个人好了，他其实会有一种崇敬，应该说也是尊敬，或者是说崇拜，就是说你在他心里面反而会像是一个他想要模仿的对象，或者想要达到变跟你一样这样的这么厉害的这样的一个姿态
但是有时候他反而会认为有一点遥不可及，所以其实当他在你身边，或者是说跟你认识的这段期间的话，他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去学习，或者说很努力想要去多了解你这个人内心到底在想什么，或者说你在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或者是你在对于说很多事情的感受，就是因为他希望说可以透过模拟的方式，或者说可以透过更加了解的方式，然后去学习到，然后让他变得跟你一样厉害的人。所以因此他在对于你的话，就是会有一种尊敬的感觉。但这尊敬的感觉为什么会讲尊敬，没有讲说可以透过尊敬变成崇拜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有抽到了一张是在宝剑侍以及钱币王牌的部分，所以意味着说其实在对方心里面，你对他来讲的话，其实会有一种像是遥不可及，就是在感情的部分，或者说在所谓关系上，反而会有一种距离感，就是他虽然觉得你都很棒，都很不错，但就是因为你有点太好了，或者说跟他有点差距太大了，所以他反而会觉得有时候跟你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会认为是自己要变得更好，或者是说自己必须要在变得就是说除了变得更好之外呢，那么他就是必须要再去多了解他自己跟多了解你，他才会知道说他自己到底哪边有不足。所以当他在跟你学习，应该说跟你相处的时候，他的每一刻他都觉得他在学习，所以反而在感情里面的话，他是比较对于你来说，我们比较好的情况是你们会有暧昧，真的会有暧昧，但这暧昧就是仅限于就是只是暧昧而已。尤其是在远距离的人更容易有，或者是交友软体上面的人更有，就是你们相处的实际上面对面相处的几率越少的人，你会感觉到那个暧昧的情愫会越来越多，甚至当你们俩之间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络之后，再次恢复联系，反而你会觉得为什么可以跟对方好像有一种很亲近的感觉，甚至好像反而不进就是说不退而进的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对他来讲，他觉得失去掉你这个很重要的人，或者说失去掉像你这么优秀的人，他会觉得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他反而会希望说可以从在你身上学习到什么。所以这个人他在心里面的话，他反而会希望说可以跟你有一个非常稳定的认识的关系，这个只是在于认识，并没有到说一定要交往，或者说一定要到什么样的关系的进度，就是最起码两之间一定要保持着联系。所以其实对他来说，他反而会比较不希望这段关系会突然之间结束，或者是说这段关系就突然之间没有联络了，因为他是真的蛮在意跟在乎你这个人，或者是说他蛮希望可以在你身边学习。然后这人有时候当他在面对你的时候，他确实会比较不知道该说什么，甚至他有时候会觉得比较难去开话题，就算真的有开话题，那个话题应该很快就结束了，因为他其实有时候会让你感觉到是在硬聊的，其实他确实在硬聊，因为他其实会蛮希望说可以去建立好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可以让你看到我也是跟你一样很厉害，或者我跟你一样是一个很成熟，或者说跟你一样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但这个就是说他希望可以变得跟你一样，并不是想要在你面前吹捧，而是他希望可以跟你一样站在同样的高度，可以跟你有点就是像是相互的匹对一样，就是他希望两个之间是门当户对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他才会希望说自己是可以做得更好，然后可以跟你去保持的联络，只是难免会让你觉得跟这人之间确实在长期相处下，你会觉得稍微有点无聊，都需要靠你一个人来去支撑着这一段关系，就要由你来去主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再来说是在比较负面，如果说是在比较负面的话，那确实对方在面对说你这个人的时候，刚刚前面有提到说难免他可能心中会有一种压力感，所以其实他有时候确实跟你相处他会觉得有点无聊，或者是说他会觉得比较不知道真的该跟你聊什么，甚至他会觉得自己真的是蛮配不上你的，然后他有时候难免会有一种想要去逃脱这段关系，或者说想要去逃离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因为当他在面对你的时候，其实他是没有办法泰然自若，或者说他是比较没有办法放松的下来。所以当你变得越来越好，然后他要在原地踏步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是真的还蛮恐慌的，甚至他会比较不知道说自己到底应该要如何怎么做才有办法跟你讲同样的那种
就是说在话题里面要如何可以跟你有相同的感受，或者说两之间要如何会有一样的一个观点。所以确实这段关系是否要断联，还是说要结束，他真的想过了无数次，他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说服他自己，让他能够去继续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确实有时候你们跟他相处上面，难免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有点在避着你们，或者是说你们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如果真认识比较久，你们会常常就突然就没有话聊，然后就可能开始各自玩手机。那如果说是在远距离或者是说网络交友的人的话，那就有可能就是对方可能过2-3天才回复你们的情况比较多，就是容易你可能马上回复给他，他可能就突然就消失了。明明他传讯给你，你马上回复给他，照理来说他应该就是看见，但是他是故意就是滑开，故意就是没有去看，不想回复你的讯息，但是他事实上可能还是有用3D Touch 来去看一下说你到底讲了什么，你到底回复了什么。那就等到他真的想要回复你的时候，他才回复你。这个等到他想要回复你才回复你，就是说等到他想要回复你的讯息的时候，就是只是真的是随心所，他觉得说好像时间到了，我应该回复你。他就是单纯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像说对你有歉意啊，或者说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没有，他只是单纯觉得好像应该回复你，不能再把你给忽略，不能再把你给忘了。就是他会比较像是这一种心态，可能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蛮伤人的。但我们讲嘛，就是现在这个部分这一 part 我们就要讲说是比较负面的比较不好的这个资讯。然后再去其实这个人他曾经有想过说该要如何由他来去控制着这段关系的发展，或者说该要如何才有办法去控制你们之间这段关系相处的这个模式跟方式。但是很遗憾就是他会认为说你们就是可能会有点不受控，或者说你们这个人有时候想法跟向上面有时候难免会有点太过于跳痛，就是我们俩之间的那个频道有时候会对不上，所以因此他确实也放弃了想要去跟你就是说想去操控好这段关系，或者说想要去主导这段关系。但至少对他来讲的话，他会认为其实你们这段关系是真的还蛮有缘分的，或者说跟你相处在一起，他会觉得是真的可以学习到非常的多。那再就是就是说 bonus 的讯息就是有听到最后这边想跟你们说，就是如果说你们选到这一组的人的话，如果你们真的很喜欢对方，或者是说你们真的不想要你们真的不想要去放弃他的话，会建议你们跟对方一定要保持着见面的机会。如果说你们跟对方都只是远距离的话，这段关系基本上就是不可能，因为他这个人其实对待你，他就是很希望说你可以都一直在他就是都能够靠得近的地方，或者说都能够完全知道你的事情的讯息。所以最好就是你们俩之间不能够变成是远距离，或者说不能够没有见面，1个礼拜至少一定要见到2次到3次以上哦。2次到3次是最基本，如果说只有1次真的完全不行，你们一定要见面到2到3次以上，而这2到3次以上的时间点必须要有1个小时以上，半小时是不够的，一定要1个小时以上。为什么我会说1个小时？因为这个人他是对你的想法不想让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有抽到的就是钱币王牌嘛，跟宝剑四的正位，所以意味着说其实这个人他在对待你的心情是属于那种比较慢热型的。所以当你跟对方相处能够就是说那种有习惯性，或者说有那种慢慢的去堆积堆垒的话，反而在对方比较没有联系的时候，他就会不自觉去想到你们。所以建议说选到这组的你们，就这个 bonus 讯就是你们一定要有机会就待在对方身边，千万不要跟对方是远距离的。远距离这样关系通常最后面就是一定会断联，或者说跟这人之间就只会当朋友，就是你们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在一起。但如果说我们是都在对方身边，你们就有非常大的机会跟几率是能够跟对方有一个还不错结果的这样的可能性。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我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我们有帮助，或者说对我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话，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看到选到中间第2组
战车牌组的朋友，那首先就是在宇宙的它的透过塔罗牌中的这个讯息，似乎在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在你们相处这个过程里面，你们应该是还蛮容易会因为情绪上的关系，或者是说相处中的那个氛围，如果通常是属于比较有压力的，甚至你们会还蛮常感觉到有那种心思会比较应该是说思绪会比较混乱，或者是说心思上面其实会有蛮多的不安全感，甚至会让你们感觉到对于说这个人，你们会不知道该如何跟他相处。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相处的过程里面，对方跟你应该有明显的感觉到，其实你跟他是稍微有点不对盘，甚至跟他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很难去猜到他到底在想什么，或者是跟他相处的这个过程之中，很常会因为他表现出来的一些情绪，你会稍微有点吓到，或者是说你会比较会去看重说他现在心情是怎样，那你跟他相处的方式是不是要稍微改变一下。当然也并不是说你跟他相处在一起你的压力很大，其实他也是一样，因为其实在你们关系里面的话，似乎可以感觉到说两个人之间的能量或者两人之间的磁场还蛮容易会有一些的震动，这个震动呢通常就是属于一种强弱之间，两人之间好像常常就是在吵架，或者说会有那种波动的感觉，就是因为关系里面的话，两个人之间相处的这个过程，或者说那种互动上面，蛮常容易呢，就是会有一种火药味，或者是说很容易会觉得对方的话里面应该是有别有用意，或者说可能是有其他的意思。虽然你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好像对方是没有什么样的意思，但在随着日渐相处之后，发现到可能你们之间有一些的争执过，或者说可能对方有稍微跟你抱怨过，所以你开始从那次之后就开始会特别去留意了这些的你们相处的过程啊，或者你们相处的一些的字句上。那当然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就会特别容易去在乎到他的情绪。那当你特别容易去在乎他的情绪好跟坏的时候，就也容易让你自己会觉得心中的压力会越来越不知道说该如何去跟他表态。那但其实关系里面，你们其实在对他，你们还是依然是有非常多的心思，或者说你们其实依然还是非常的在乎他，也并不是因为你们可能关系上面这样子相处上是比较有压力而讨厌他，并没有，只是因为我们刚刚像有时候难免会有一种逃避的心态，就是在选项这组的你们蛮多会是属于一种比较矛盾的心理感，你们当要能够见到对方，你们很开心，但是当快要见到的那个前1分钟，或者是说前半小时，你们开始不自觉的很紧张怎么办？好像等一下见到他，我应该要如何表态，或者说我为什么莫名会感觉到很紧张？就是会有这种心情上的，你也不知道说你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并不是像一般人说，等一下要见面咯，然后就很开心，就是很那种很自然而然的，好像就是像见到朋友一样，然后又见面的时候又觉得好像进入了那种爱河里面。那你们这种莫名的紧张感，或者说莫名的不安全感，是那种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甚至也不清楚说到底自己为什么会对他，明明你很喜欢他，或者说你明明就是很在乎他，为什么你等一下碰到他的时候，你反而会有一种很不安全感，或者说有稍微一点点的失落感，或者说会有一种心里七上八下的感觉，就是有时候你也不太清楚说你到底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你们这段关系其实真的有点拖了还蛮久了，有可能是因为对方的工作不太好，或者说你的工作也不太好，或者说双方之间的外在的因素，或者说外在的环境，所以导致说让你们之间的相处是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所以事实上选到这组的你们一定有其中一个人，你们的环境得带给你们的压力是真的还蛮大，无论是金钱、工作，或者是家里，或者是一些在生活中的芝麻绿豆小事，就一定会有发生一些事情。就是每当你们关系是有办法再往下一步，或者说再进一步发展的机会的时候，就会突然有一些事情就是突然到你们生命里面，然后去阻碍着这段关系的发展，然后这段关系又这样子停滞下来了。但是其实两个人都还是不会因为这样子就让这段关系就这样子结束。所以关系里面的话真的是
停滞一段时间，然后两之间也很难可以看到说是不是会有结果的这个机会。那你们其实有萌生出很多次说是不是要放弃掉这段关系的这些想法，其实对方他是有想过，但是很开心就是你们至少或者是他都选择愿意继续坚持在这段关系，所以真的会让人觉得蛮心疼，就是选到这一组的你们，然后你们也希望说可能可以透过占卜的方式可以去更加了解到自己到底对他，明明你们很明确知道说自己是喜欢他，或者说自己是很在意他，那到底为什么你们会那么的紧张？那当然我们就很想知道说他在别人面前，他其实在想要他对别人就是他在对别人面前所对于说你们的评价的话，他会觉得其实你这个人有时候会有一点好胜心，或者是说会容易跟别人意见不合，或者说跟别人有一些在肢体上的冲突，或者说讲话上面难免会让人觉得你可能会有一种意图，或者说很希望可以在一个关系或者是说一个状态之下是成为那个赢家，就是会让人觉得你这个人稍微会有一种强势的感觉，虽然你好像比较像是有想要控制你自己，或者是说你好像希望大家都好来好去，然后希望可以让每件事情都很顺利，但是就或许是因为你太过于看重好的结果，或者说你太过于看重面子上的问题，或者说你可能太过于看重一件事情的发展的顺利，所以当你的一些举动跟行为的时候，难免就会让人觉得你其实这个人会有一种就是会不自觉带给别人压力，或者说会不小心的没有去留意到别人的心情，或者是没有去顾及到别人的感受，会真的是太过于在乎说你自己个人的表现，所以对他来说，我们不好的部分的话，就是他会觉得你真的是自尊心有点太强了，然后会容易起一些的争执，或者起一些的冲突，然后会让人感觉到你是比较好胜心强，但是你这个人却是浑然不知，就是不自觉。然后再就是对他来讲的话，他在别人面前所对于说你的评价，就是你这个人其实当真的遇到可能很困难的事情，或者说跟别人有些的不愉快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情虽然看起来好像就是没什么事，但是你的脸上的表情都已经显露出来，或者说你的行为举止之中可以感受得到你的一些的愤怒，或者说你一些的无奈。也就是说，其实你这个人会把你的情绪算是隐藏的还不错，或者说你容易会想要去为了整件事情变得更好，然后就想要去改变，或者说想要去退让一些自己的己见。但是在久了之后，他也觉得你应该是也做不到，或者说你应该是真的感觉到还蛮累的。然后有时候你会因为对于说自己的不足，就是能力上不足，或者说没办法在别人面前表现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状况下，你会有一种失落的感觉，或者说会有一种对于说自我否定的感觉。所以你虽然表面上让人觉得好像你想要把每件事情都做到最好，但实际上在你给予说你自己的心理压力很大，那就算你不断去告诉你自己说不要这么做的这样状况之下，但是还是会不自觉的做出来，或者说会不自觉的透露出这样的一个讯息，或者说会不自觉的带给身边的人一些的压力，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好坏参差的部分。然后就是说，你这个人其实在对说自己的未来，你应该是还蛮有展望性，或者说你蛮有计划跟规划性，所以你也会想着说要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或者说很努力的朝着自己所想要前进的方向去往前走。那对他来说的话，对他来讲，他可能跟别人的评价，他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说，你是一个还蛮有积极，然后跟行动力，跟蛮有自己想法的人，但是就是会比较没办法有就是说不会选择安逸，就是你这个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愿意以安逸的方式去过你的生活，但实际上你的一切行为举止，你都只不断的向前走，向前迈进，你是一个不太愿意就是在原地踏步的人，所以对他来说，他在给你的评价就是。他会觉得你这个人是真的蛮积极的，就是说对于生活中的目标是蛮有想法跟蛮积极，然后很有自己的就是说一些的规划跟计划。但是如果说当你遇到一些是属于比较喜欢那种安逸生活的性格的人的话，其实反而会对于你是蛮
会让对方会比较不知道说该如何跟你相处，或者说他可能会去影响到就是说对于说这段关系的这个考虑性。所以那当然对于你来说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对方好像把你看得还蛮重要，但实际上的话，对方可能会稍微想要去为了这段，就是说想到这段关系会稍微有一点退让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再来就是对他来说，就是他每次在被别人评价你的时候，他会觉得其实你这个人应该是蛮不怕孤单的，或者是说并不会害怕说可能跟别人相处。也就是说你是还蛮会去照顾其他人，或者是说你蛮喜欢，或者说会不自觉是在一个团体里面一个最亮眼的人，或者说会不自觉想要去做引导啊，或者是说领导的这样的性格，就是你会好像去照顾到别人，然后照顾到别人也会去激起到别人可能想要往前走，或者说向前迈进的这样的一些的行为，跟那个能够去振奋士气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他会觉得你这样的话是真的蛮不错。可是当你真的懒的时候，又是懒到一个极致，就是他会觉得你好的时候非常的积极，但是当你可能觉得很累啊，或者说你可能最近想要偷懒的时候，你就是好像连家都不用出门一样，就是你最近的话就只有你到你家楼下领取什么 Foodpanda、Uber E 而已，那就是之后你就可能都待在家里了。但是当你可能想要动了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别人都抓不住你，甚至别人也猜不到你的下一步是什么。所以对他来讲的话，在别人面对你的评价，就是那种好坏常常就是会一起说，比较不会特别针对说哪个部分比较琢磨而已。这边的话，其实在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如果说你跟这个人之间是真的认识了非常久的话，那么这段关系你可以再稍微观察一下，就是跟这个人之间的相处，你们可能会有一个好的机会的可能性，但是以台面上来看的话，这个就是说要有好的结果的这个机会是一半的，就还50%。但如果说你们可能是刚认识不久，或者说跟对方认识上面是还没有到半年到1年之间以上的话，应该至少最好还是一年以上啦。就如果说你们跟对方是没有到1年以上的话，那其实这段关系会比较有危险，或者是说这段关系可能你们要稍微留意跟小心了。因为其实关系里面的话，对方所对于说你们的这种不想让别人知道的想法，就是因为好的部分非常好，然后不好的部分也非常差，然后他确实也不会想要去透露出任何一点关于你这些的个人比较隐私的想法，就是说他在面对你的时候，他是真的还就是他有很多的秘密不想让你知道，特别是针对说你这个人，就是他蛮会去在乎到你的一些的反应，并不是你的情绪，是你的反应，因为他会很担心说，如果让你知道这件事情的话，你的反应如果说太大了，或者说你的反应上面让他觉得比较受伤的时候，那么他就会觉得这段关系可能就是一个想要立即逃脱的，有没有到立即逃脱，就是想要立即跟你断联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这个几率是还蛮大的。但如果说你可能反应上面是比较平淡，可能就是哇好险还好这样的感觉，其实就是因为对方他其实跟你相处的这个过程之中，他蛮喜欢你们之间这种安逸的感觉，或者说他蛮喜欢你可能可以带给予他什么样的一个人生中的一个愿景，或者说人生中的方向，或者说带给予他人生可以如何变得更好的方法。只是有时候他会觉得你稍微有点啰嗦，或者说有时候你讲话上面的话啰嗦的很啰嗦，然后有时候讲话字又太简短就太少，又会觉得你讲出来表达的字句好像又没有讲到重点，但重点是他没有听到他想要听的，可能你觉得你有讲到，但对他来说他觉得你没有讲到我想要听的，就是俩之间的相处上面的话，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种南北天差地远的感觉，就是俩之间相处上面是没有办法有那种契合合拍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他就会认为说，这段关系到底是不是真的是适合的？所以关系里面他确实曾经有想过很多次，说到底是要继续下去，还是要重新相处。所以在关系里面的话，如果说是真的都一直让他感觉到有很大的压力，或者是说真的都是让他感觉到必须要去在乎到很多一些你的情绪啊，或者是你的反应的话，那么他可能就会考虑说这段关系是想要结束掉的。
但当然就是在特别针对说可能就是认识在1年以内的人，但如果说超过1年以上，其实最好就是到两三年以上，1年以上其实还是会有点小危险。如果是2、3年以上的话，那这个人基本上就是离不开你，你们最差就是当所谓的好朋友而已。那最好的话，我们留到最后再说为什么会是有一个最好的。那再就是其实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如果说你们是在1年到2年之间的话，其实对方他会认为说这段关系可能可以再稍微留意看，可以再考虑看看。那其实到底要不要离开这件事情，他自己本身也想了很久，也想了很多次。因为关系里面来看，他其实会觉得你这人是真的还蛮有钱。如果说你不有钱，你的工作能力上也非常的好，或者说从你身上这个人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东西，又或者是其实你这个人本身可能在这个工作领域上是真的蛮耀眼的，可能对你自己来说是一个还好，可对他来说你是还蛮不错。就是你这个人本身所带给人会有一种很想要去依赖你，想要去依靠你，然后会不自觉让人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棒的人，就是想要在你身边学习，就是他的靠山，就是他自己会有这样的感觉，有这样想法。但是他觉得你有时候会就是当你可能脾气来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去伤到他的自尊心，或者说会让他觉得有种被你轻视，或者是会被你看不起这种感觉。可能你自己觉得没有，但其实他心中会有，因为他就觉得他就是再怎么样都追不上你的脚步，或者是说总是要由你来去帮助他，他就会有这种的压力，就是要你去照顾他这样子。所以关系里面的话，就会经常让他感觉到其实心理上的感受是真的还蛮差的，或者说心的感受是觉得蛮痛苦的。所以因此在关系里面的话，他就经常觉得说自己到底是真的要继续坚持，那他到底要不要跟你说？其实他应该不敢说，他其实有想过要跟你说，就是想要跟你讲，但是你应该都听不进去，或者是他应该有对你说过，说两人之间不要冷战，如果有什么想要可能会造成冷战的话，两人就要把话给讲开，要讲开，结果他自己都是不想讲的那一个，都要叫你讲。然后当你讲的时候，他肯定会讲出很多的借口跟理由，那其实也等同是他在心里是这样同样去想你，他认为说当他讲出来，你肯定会讲很多的理由跟借口，所以其实两个人还蛮常容易会有一些的争执，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的不愉快，可能会有一些的吵架。那如果说真的是在1年以内的话，那当然这样子来看，这样关系还没认识那么久，结果对方已经有对你这么多的想法，或者是说对你已经有这么多的怨言，虽然在他心里面你是蛮不错的，或者在他心里面你是一个真的蛮值得依赖的，但是想要去当成朋友这件事情，可能他的想法就会来得更多，因为他认为跟你这1年的相处过程之中，他已经感受到非常多的酸甜苦辣，已经天天在洗三三温暖跟坐云霄飞车了，那是不是关系里面的话真的要停下来了，还是说就是跟人只当朋友？所以选到这组的你们会建议，如果说你们现在听到了，你们就是真的快要满1年，或者说还在1年以内的话，你们要开始给对方带给他那一种新鲜感，或者是说带给他一种你们不一样的样貌，就是说你们开始要去改掉一些你们在个性上的一些的缺点，或者是说你们觉得个性上是让你们最自豪的那个部分。你要把你最自豪的那部分先隐藏起来，先把它藏在内心的最深处，先让对方看到不一样的你，跟你之间相处用这种不一样的方式跟感觉，那其实这段关系就会有一个扭转的可能性，但这只是一个参考而已，因为还是要看每个人的方式，每个人相处，但是基本上那个大方向是不会错的。那如果说是1年到两年之内的人的话，那么会建议你们说，其实跟这人之间相处的话，虽然基本上对方是不会跑掉，或者说对方其实也不会想要去放弃掉你们的这段关系，但是其实还会变成说对方可能就会考虑去跟别人在一起，或者说就会容易你就是会容易其他的竞争者，因为他可能就会去找别的温暖。所以我们就是除了刚前面提到说你们要去改变你们自己之外，就是前面相处认识1年以内的那种新鲜感之外呢，你们偶尔要释放出一种你们自己本来的个性，就是让对方去摸不透你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就是在特别针对说是1年到2年之内的人，你们要让对方去摸不透。那1年以内的人的话，你们是让
让对方感觉到新鲜感，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让你们做参考。那刚刚有提到一个bonus， 就是说刚刚讲那个最后面讲，就是说如果就是在对于2到3年以上，然后比较好的部分的话，就是因为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你们在整组牌组里面总共有出现了3张的10，所以其实就等同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已经到了一个要面临抉择的时机点了，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因为我们还有出现了死神牌嘛，所以其实接下来你们关系里面应该会有发生一件很大的动荡的机会，应该是说很大的动荡的事情。这个动荡性就是可能对方就突然会不见，或者说对方开始会跟你大吵一架，或者是对方你们彼此之间会突然踩到一个底线，就是彼此之间都不能退让的。那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两之间会彻底的断联，或者两之间会彻底的就是说没有联络。然后这段时间你们会觉得非常的痛苦跟困扰。但是为什么会说是好事？因为当2个人之间在分开的这段期间，其实那种过往的回忆，或者说过往的感觉，反而会涌上来，或者说反而会去更加凸显说这段关系的重要性。那会建议你们就是在选到这组的话，你们一定要去不要那么执着这段关系，你们反而跟对方断联的这段期间，你们要跟对方试着保持距离，你们就都不要去打扰他，连按赞啊，或是回复他的动态都不要做，甚至有时候连他的动态你也不要看最好那就是等到时机点到之后，对方就会回来主动找你们，然后基本上你们这个结果会是蛮不错的，就是在选到这组的话，特别是在2到3年以上，然后你们后面发生最大动荡的时机点的时候，那么就是你们准备要迎接幸福的这个机会就要来了。就是前面一定会有一段很痛苦的，因为你们这段关系其实会在这2-3年的过程中，你们应该有发现到经历过非常非常多的考验，然后非常多让你们觉得想要结束还是要继续下去的这些的念头，你们应该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在随着时间久之后，你们其实也是越来越放不下彼此，他也是一样。所以在发生动荡的时候，反而会是能够去凸显这段关系的重要性，反而会去能够让这段关系能够往前推进的这个机会。所以在选到这种，你们记得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冷静下来，你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给顾好，因为如果说你们稍微做错了一步，关系就真的不可能了。但如果说你们都做对了，那恭喜你们，你们的幸福快要来了，只要你们能够忍得住下来的话。好，这边的话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洋洋祝大家愿宇宙为你们带来最好的方向。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世界牌组的朋友，那么在宇宙呢，它透过塔罗牌中选到这组的你们，这组的你们的话，其实你们应该会在这段关系里面会感觉到有很大的心理的压力，又或者是说跟对方相处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先讲刚开始相处刚开始认识相处的时候，应该会有一种偶像剧般的存在，或者是说会对对方有那种一见如故，或者是对方他就是你的菜，就是这组相处的你们的话，如果说是一见如故，通常就会是对方就是你的菜，就是他的外形是有符合到你要的。那如果说是都没有的话，就表示你跟这人之间就是你仿佛会有一种切不断的缘分，就是你明明就很多次想要去离开这段关系，但是会莫名的对方可能会来找你，或者说可能就会有人去促进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就是选到这种你们这段关系就是完全切不断。这跟其他那2组不太一样的最大的不同，就是这段关系就是很常会有贵人相助，或者说很常就会有一些的原因跟事情，对方可能会找你帮忙，或者是会有其他人说你可以帮我跟他联络吗？或者是你可以帮我跟他要个什么东西吗？还是说他可能最近状况不好，别人就会请你去联系他，希望可以帮他打起精神来，或者是你们就可能有一些东西要去找他拿，或者是你们会突然之间就是在路上碰到了，或者说会在某些聚会上面又碰见了彼此，就是很多的偶遇跟巧合，很多的
偶遇跟巧合所以就是在这组的你们的话，其实你们其实也很想过很多次说，这段关系你应该要怎么办才好？因为你跟对方好像就是两人之间在相处的过程里面，其实常常会有一些不愉快。其实你们曾经真的还蛮喜欢对方，或者是说你们这段关系曾经真的是有还不错的时候，但是为什么会造成说关系里面两人之间到最后会相处上面会有一些的尴尬，或者说那种情绪上的反应上面还蛮大，就是你们在乎对方的情绪，其实对方有时候也是蛮真的在乎你们的情绪，所以当两人之间有那种叠对叠的情况的时候，其实相处的过程之中就会不自觉的感受到有一种莫名的压力。可是当两人之间好的时候，就好像仿佛是都可以讲出同样的话，就是会有异口同声的感觉，又或者是两人之间的那种想法会往同样的地方去，就是用眼睛去讲话对话就可以。就是你们俩之间在相处的过程里面，就是会有这种很大的差距。其实对你们来说，这是一个还蛮困扰的事情。一开始你们会觉得还蛮新鲜，甚至你们会觉得，对方是我的灵魂伴侣，还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身份，还是我前世的谁这样子。但是在相处久了之后，反而发现到两人之间虽然有那么好的一面，但是不好的就是好像都是一个就是说。两人之间的话还蛮容易个性上面会太相近的时候，或者说想法上太像的时候，就容易会有一些争执，或者是说比较不愿意去退让自己的一些的想法，或者是说自己的一些的决定，那就容易说造成这段关系比较难，会有一种凝聚力，或者是说很难让关系可以变得更加的融洽。所以关系里面的话，其实两个人就是一直都卡在那里。有的人应该是有断联过，然后现在又再一次的恢复了联系的这个几率也是有的。那大部分来说的话，通常是可能断联，应该是大概有五天吧，4-5天以上。那最短的话不会，就是说最长应该是不会超过1个月半，通常是会在4-5天到1个月半之内，那对方就是会再回来找你们，就是这段关系很常会有一种在分分合合，或者是说会有那种顺其自然发展的，因为这段关系里面你们通常不太有机会可以刻意，当你们每次刻意想要去让这段关系有所进展的时候，反而会去促进这段关系的分离。你们应该去仔细回想的话，会有发现到你们想要为对方做什么，虽然那个当下是顺利的，但顺利的那个之后过没1-2天又变不好了，就是你会觉得这段关系好像就像是一个毒一样，它就是好的时候很好，那不好的时候就是会不好的非常的久，反而就是你都一直放着这段关系顺其自然，你都没有做什么，反而能够去拉近这段关系的进展，反而能够让这段关系更加靠近。所以你们经常应该会对说这段关系会抱持着一个还蛮大的困惑，或者说会觉得这段关系到底对你们来说是什么样的意义的存在。因为有一部分的人会因为考量到对方或者考量到这段关系，你们反而会没有办法去谈下一段关系，因为这个人是成为你心目中你心里面一个很大的心魔，或者是说会变成是你心里面一个很大的阻碍。但是其实在你们心里面依然是对说这段关系是抱持着期待的，你们并不是真的想要去谈下一段感情，但是因为跟对方相处的这过程里面反而会让我们看不到未来，所以你们才会考量到下一段关系，所以对你们来说真的是蛮挣扎跟蛮犹豫的。那再来就是其实在对他来说，当他在面对别人的时候，他其实在看待你们的这段关系，他确实其实心理压力真的还蛮大。这个蛮大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很难过，就是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去享受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好的那一面。其实关系里面他有让别人，就是说他跟别人讲的时候，跟在别人面前所评价你的时候，他其实是会认为说关系里面的相处的过程之中，你这个人其实有时候真的蛮慷慨的，或者是你其实对于说大家是真的还不错，然后还蛮好，然后你其实会把你自己所有的一切都跟他人分享，那这只是仅限在说这个分享而已，那你自己本身还是会有所保留，或者是说会比较去注重到你自己可能本身是不是能够带来什么，因为其实他会就是他在别人面前对于说你的评价，就是你这个人可能会比较担心害怕你会不会失去了什么，或者说会不会失去掉你自己本来应该所拥有的，就是你会蛮害怕你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会被别人给抄袭，或者说你当别人拥有的时候，你的身上的别人所对你投射的
目光就是会不见，会消失，所以你其实心里面会有一种比较孤单，或者是说寂寞。那你通常会靠，就是你可能会穿名牌啊，或者说会穿一些蛮好看的衣服来去掩饰你心中的那一种的不安全感，或者说你心中的不自信。所以通常选到这组的你们身上所穿的，或者说你们打扮的，应该是比一般常人来说，你们算是还不错的，你们是比较会打扮的，或者说你们是比较会看品牌的，或者是你们会比较去注重别人可能对于你的比如说工作上的能力的看法，就是你们会不自觉的对于说你们能力上面会有一种吹捧，或者说会稍微一点点的加油添醋。你们并不是说要很把自己搞得很，就是说在别人面前说谎，然后你很厉害，你们并没有到那样的程度，只是他会觉得你们有时候难免会有一种稍微啦，就稍微一点点加油添醋，就是会稍微把自己说的有点太厉害了。但其实在你心里面，或应该说在他心里面的时候，你其实这个人有时候并没有到那么的厉害，或者说你稍微有点太过于有自信了，这样情况，这是在特别针对说工作上的能力，或者是说金钱上的一个表现。那首先就是在说对他来讲啦，就是说你们这段关系，或者说你们这个人，就是说你们好像蛮容易会去做一个决定，又或者是说你们其实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你们的意义的，所以他有时候会蛮担心自己是不是会被你们给利用，或者是说你们是不是跟他相处的过程里面，你们是不是带有点目的性，并不是说你们是非常会利用别人，或者说你们非常有心机，他没有想说你们很心机，他只是觉得你们这个人本身会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就是他其实很想去猜测你们到底在想什么，或者说他很想知道说你们可能在对于很多事情的一些的决定，或者说你们所在意的那个点，或者是你们在对说生活中你们可能的一些的不想让别人知道的想法，他很想从你身上知道，他可能有想要去套话，但是他都套不到，他就觉得你这个人就是很难套出话来，就是你这个人太过于保护你们自己了，所以有时候他跟你相处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种不知道该怎么相处啦，也没有到压力，只是会觉得有点困惑，说自己应该要怎么跟你们相处，其实是会比较好的。然后再来就是他会就是他在别人面前评价你的时候，会觉得你这个人会刻意的把你们最脆弱的那一面隐藏起来，或者是说会把你们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会真的把它彻底成为一个没有办法去猜透，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去看穿的事，所以他会认为说，其实你这个人保守秘密是真的还蛮强的，但是在对于说可能自己的事情上面的话，就不会说的太多。所以因此对他来说，其实你这个人就有点像是一团迷雾，或者是说一个很难去靠近，或者说很难去接近的一个人。但是并不是说他讨厌你，或者是说他可能在去嫌弃你这个人，只是对他来讲就是一个从来都没有遇过的这样子类型的人，所以他反而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跟一直不断的去揣测。那选到这组的人，确实这个人的话，他还蛮常会跟别人讨论你，或者说别人也会不自觉的去跟他讨论你这个人，这个是蛮特别的讯息，就是因为你这个人本身就是带着一种有莫名的吸引力，或者说莫名的那种神秘感，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你就是一个值得就是说你会是一个讨论的对象，但是并不是茶余饭后的闲话，只是真的讨论你这个人，会对你说你这个人会有非常大的那种莫名的吸引力，想要知道说你的个性是什么，然后你这个人到底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到底是会身怀什么样的一个绝技，或者是你是有哪一些不为人知的比较好的那一面，反而不好的那一面大家对你没有兴趣，是好的那一面大家都非常想知道，反而你有时候你说你哪里不好啊，大家觉得你太谦虚了，谦虚过头了，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因为可能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你有时候会蛮自夸自己，所以当你变得比较谦虚的时候，大家会有点吓一跳，或是说反而对方会觉得你是不是你有隐藏什么，或者说你是有埋藏什么样的秘密，不想让他们发觉这样子。好，那么其实在他心里面的话，不想要让任何人知道说
其实他会觉得，你这个人是真的蛮自我努力，然后当你在对待说身边的人需要帮忙的时候，你是真的还蛮大方的。其实你这个人虽然我刚刚前面提到说，他对别人在别人面前所对你的评价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负面，或者说可能不好的情况比较多，但是也并不是说他真的讨厌你们，而是因为你们在他心里面反而会觉得你们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的好，你们那么的好到底是为什么，或者说你们为什么会愿意去在一个自己可能环境下并没有那么好，或者你们成长经历并不是那么顺遂，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们变得如此的耀眼，或者是说让你们变得是反而会更加在乎你们自己的一个价值，这个对他来讲的话，会是一个他非常想要知道的事。因为你们有时候真的在面对他，你们非常的慷慨，然后你们会愿意为了这段关系，你们做了非常的多，你们可能会常买礼物送他，或者说当他真的需要在工作上帮忙的时候，你们就会义不容辞。如果说他在生活中真的需要有人可以去协助他，或者是为他做什么时候，你们又总是会给他很多带来非常棒的这个惊喜。所以对他来讲，他反而会觉得有时候你们这个人可能太过于完美，或者是说太过于会去注意到很多人的就是很多人需求，所以他反而会认为你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一种让人无法看透，或者说可能无法猜测到的一些的小心思，或者是说让别人无法猜透到的一些的行为，或者说你们可能过往的成长的经历还有背景。那其实他也知道说你这人其实非常的没有安全感，然后你其实内心里面是真的非常的脆弱。你们的外表虽然让人感觉到你们是非常的不需要任何人，你们只需要你们自己，又或者是你们是非常去照顾到很多人的需求啊，或者是照顾到很多人帮助到很多人，但其实在你们心里面是非常的渴望有一个人是能够帮助你们，或者说有一个人可以去呵护你们，或者是有一个人可以去顾虑到想到你们的心情。但是就是因为你们可能本身的自尊心稍微比较高一点，或者是你们比较不会去表达你们的情绪，其实应该来说是你们比较不会去让别人知道你们真正的情绪，所以你们有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你们还是会表现出来，会让别人知道你的感受。当如果说真的在面对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你们反而会去过度的隐藏，或者是说会反而把很多的问题去揽在你们身上，然后自己去解决，或者说自己去做，或者是去自己做这方面的承担，但是却没有去抛出来让大家知道，所以反而会让你觉得其实应该是蛮孤单的，又或者是说会觉得你们自己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做才好，他会觉得你们应该生活中经常会感觉到有一种很彷徨的这样的情形。然后再是这一组的人，他会认为你们真的应该还蛮爱赚钱的，或者说你们当有赚钱机会，你们就是会冲第一个，然后你们本身可能也很会存钱啊，或者说会找一些赚钱的机会，或者是在工作上面的话，你们的人际关系上还不错，但是关系上还不错，并不是说下班很会去交际应酬，而是在工作的过程之中，你们其实还蛮擅长，就是在同事之间的往来，就是那种在工作场合中有上班时间的，你们那种就说什么跨部门沟通，或者说跟同事之间的沟通的方式，你们其实还蛮有一套的办法。然后你们在面对工作上，你们真的有一定你们自己的想法，或者说在财务上面该如何去留住好自己的钱之外，然后要如何开源节流，这对你们来说也是很轻松容易的事。所以他就会觉得你们这样的一个性格跟你们这样的特性，他是非常的佩服的。但是有时候当你们可能心情比较郁闷，或者说当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们就也很容易会乱花钱，所以他也会担心说你们是不是存到这些钱，就是会容易会因为自己的不愉快，或者是说因为一些的事情就去流失掉，反而会是有一种省小钱花大钱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存在。
然后再来就是其实他就是说他还蛮想要去多了解你们这个人，或者说还蛮想要去明白知道说你们是如何把自己变得那么的茁壮，然后把自己的这个的也就是说那个外在所带给人感觉是能够把隐藏的那么的好。其实他还蛮想要知道你们是怎么做的，然后你们是怎样，你们是到底经历过了什么？因为他心里面其实有时候会蛮不舍，或者是说他蛮希望可以去多了解你们这个人之后，然后给予你们这方面的帮助，或者是说可以让你们多对于自己的人生是能够有更多的自信心，就是不要因为你们可能觉得自己哪里不好，或者是说自己在哪一方面是比较差强人意的，就觉得可能自己是真的不值得被人爱。因为有时候你们会太过于完美主义，又或者是说会把很多事情把它看得太严重了，或者是会太过于在乎每一段情谊是不是都能够陪在你们身边。因为当你们真的面对需要人的时候，你们不仅会很会帮助对方，你们也希望可以从对方得到一点回馈。但这回馈你们但是觉得有回馈就好，并不是说要非常的丰富，或者说要做多大，只是你们会希望说自己的每一个努力都是能够被看见的。一开始你们会默默，但时间久了你们就会希望被看见，所以他就会认为说你难免有时候会有一种让人就是那种默默的付出，他会觉得舍不得，但是当想要被别人看见又在那边做得很明显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就是直接让别人知道就好，就是也不用到说要刻意的表现出来，反而会让人觉得会有点做作啦。但这个做作并不是说讨厌你们，只是他会觉得对说你们这样的行为会比较困惑，或者说会觉得比较疑惑，会想要知道你们这行为的意义的用意在哪里。这只是他个人单纯的这些的想法。所以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虽然我们比较没办法看出说他到底在对说你们这段关系的这个想法，但是特别针对说在于你这个人比较琢磨说在于说你们之间相处的过程之中，他确实真的还蛮想要了解你们。那唯一可以很肯定就是其实对方跟你相处的这样的过程里面，你们这个人其实是值得蛮值得深交，或者说蛮值得去认识的人，所以他也不会想要去轻易的失去掉你这个朋友。那究竟是有没有爱情的成分在的话，其实在台面中的讯息是真的比较少，但是也并不是代表说对方不喜欢你们，因为我们这次的占卜的题目就不是这一个，所以希望说你们也不要太走心，只是你们可以稍微改变一下你们自己，例如说在他面前可以稍微示弱一点，或者是说可以让他知道你们到底为什么对说金钱这个部分是特别的执着，或者说在特别工作上面你们为什么会想要让自己工作上面发光发热，是真的很爱钱吗？还是你们只是因为希望有更多钱才会有机会可以去约会，或者说可以一起去别的地方，或者说可以一起出国。你们可以把一些你们个人计划跟他分享，然后如果你们真的很喜欢他，那不妨就是让两个人一起前进。因为如果说只有你一个人前进，或者说只有你一个人去消化你的情绪，没有让他去知道你在想什么的话，反而会让对方没办法更加的了解你，或者说反而会让对方觉得你这个人会比较难以有亲近的感觉。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